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欣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你姻缘中的事。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呢，其实是一个有关于你姻缘对象，还有关于你姻缘相关的讯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今天呢，跟往期的看婚姻对象或是姻缘对象不同的地方，在于说我们今天要回答2个小问题哦。第一个呢，我们其实是想通过今天的一个连结能量嘛，去找到你的姻缘对象跟你之间是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这个相处模式它代表的意义在于说 ，OK， 你们是一起对抗这个挑战吗？一起去追逐梦想吗？你的姻缘对象跟你之间是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吗？还是说你的姻缘对象其实有一点像你的就是你的爸爸妈妈那样，就是对你非常的好啊，疼你啊，关心你啊，注重你的生活啊，对不对？他照顾你这种。又或者是说你的姻缘对象跟你之间的相处模式呢，是你照顾对方更多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种相处的方式、相处的模式，我们要来给大家找到，就是你的这个婚姻、你的姻缘当中，你跟对方的这种相处模式究竟会是怎样的。然后呢，我们会找到第2个问题的答案。第2个问题呢，我们想一起去探寻一下你的姻缘对象和你之间的这个结婚之路是否是顺利的你们2个人之间是闪婚吗？还是说你们2个人会经历柏拉图式的爱情长跑，最后修得正果？还或是说有些姻缘对象我们这边看到是说你们2个人可能会有一次所谓的分离，那么在离开之后，可能你们才会相互的更加理解这段关系的意义在于哪里，以及这个人相互彼此的这个重要含义在自己生活当中是多么的就是有分量，所以是离开之后才知道珍惜那么这个能量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出现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可能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在拥有的时候没有注意或者是没有重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么失去之后，又或者我们当前所说离开之后，可能才知道珍惜。那么你们可能是 OK 有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最后2个人是很稳定的、很勇敢的、很坚决的选择了彼此呢。所以我们今天是这2个大的问题，我们要给大家去找到。然后呢，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当下宇宙给你的一个姻缘指南。OK，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对这个姻缘当中的事姻缘中的事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好，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那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第1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选了一个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 Golden Healer 黄金疗愈水晶。好，然后呢第2副牌的朋友这里呢其实是一个那种像贝壳吧，就是海里的OK 来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这里是一颗粉水晶。好的，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
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姻缘中的事情。OK， 刚才我们所看到啊，姻缘对象跟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姻缘对象呢，跟自己啊，在这个结婚之路啊，他是否是顺利的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跟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在连接能量的时候呢，对2副牌或者是2颗宝石同时都非常的有感应，那么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讯息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也就是说你在2副牌的内容里面啊，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有帮助的讯息。好的，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你姻缘中的事情。那我们待会儿见。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 Golden Healer 啊，这个是黄金疗愈水晶。好的，那我把它放在一边，放这里。Alright，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能量收集的牌卡。第1组牌的朋友啊，我为你们收到的是这个 Golden Unicorn， 这个是黄金独角兽，哇，好厉害哦！这个独角兽啊，可能会比一般的独角兽还厉害。它是踩在云端，然后是金黄色的啊。这张牌给我的感应呢，其实是有大概2个方向。首先吧，你的姻缘对象哦，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特别呢，可能会我们在讲，特别是针对于个体来讲，有些人呢可能会在某些人的眼中很平凡，但是却能够在你的眼中很特别，对不对？那同样的，也许你眼中的平凡人，可能是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是非常特别的。那无论怎样，第1副牌的朋友，你的姻缘对象一定是一个在你的眼中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他。这个人呢，我觉得是有一些有关于精神上的或者是灵魂当中的一些闪光点啊，让你赞不绝口，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契合的感觉。他的这份独特，他的这份特别，对于你来讲，是你愿意跟他走入婚姻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从当前的这个独角兽能量来看呢，我觉得你的姻缘对象啊，应该是一个我感觉到啊，就是说他可能在外形方面也是蛮有特点的。OK， 也许这个人身材非常的好，也许这个人他头发非常的漂亮，也许这个人他就是很会，比方说很有创意的风格那种 style， 对吧？能够强烈的吸引到你。然后呢，当你去跟他真正走近的时候，又发现他的这种性格啊，说话的方式啊，对吧？处理问题的角度啊，可能跟自己又非常的要么是相互欣赏，要么就是你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从这张牌里吧，可以感觉到，也许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在面对感情以及选择感情对象的时候，本身你们的角度就非常的独特，你们有自己所谓的想要去寻找的那几个点，对吧？也许有些人在找这个姻缘对象的时候是比较我们所谓大众眼光嘛，但是我觉得在这张黄金的独角兽当中，我所感应到的是，你们在选择姻缘对象的时候，可能会另辟蹊径，也许不是走的一个平凡大众的一个评判标准，而是比较的会因你自己的心意，因你自己的一个过去的人生经历最看重的某个人的特点，你会从这个角度去选择。所以这个人如果想跟你走入婚姻的话，他一定有让你非常就是忘怀，就是这个人很特别吧，所以你一定是难以忘怀，你一定觉得他是人群当中很闪耀的那个人，对吧？他的闪耀可能是外形的，可能是内在的，一定有一些地方你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对吧？独角兽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见到，所以才打动了你的心。
OK， 这个呢是我的这张牌里我看到的一些能量，先跟大家放这边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去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或者是他 OK 家庭背景详细信息。我们今天呢要来读取的是有关于这个人我们的2个问题，他跟你是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姻缘对象跟你的相处模式是战友，是朋友你管他，他来管你 OK 是怎样我们来看一下来第一张牌，相处模式里，来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17号牌 Ghostland， 这是一个鬼地OK， 这是一个鬼地。这张牌出现在这里你们2个人的相处模式，我觉得你们2个人有空间距离的感觉有空间距离的感觉。这边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姻缘对象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的异地恋，而且这边我读到的是，你们2个人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属于那种完全不能够去，或者是完全没有所谓的联络。这个能量非常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对象，我们跟他之间可能有一段缘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方说搬家了呀父母可能这个工作的问题呀，你就跟着父母去转校了呀，或者是你自己留学了呀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时间空白。也就是说，这个姻缘的这个东西它是连上了，但是又断开了仿佛是这种，我们是比喻嘛，就是也不是说断开，就是说你们之前有连结，然后呢因为一些事情又比较的疏远 OK， 又比较疏远，然后当时间我们在讲这个时刻降临，你们会再一次的 OK， 会再一次的联系到一起去 OK， 这个是第一张牌里我看到的 Ghostland。好，看一下第2张牌我们继续来看你跟姻缘对象的相处模式。来，感恩宇宙 Embrace 拥抱，而且这张拥抱你看我们这里的能量是个小孩子嘛，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你的姻缘对象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就是小时候的一个同伴，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你之前就遇见的一个人，你们2个人遇见的那个时候相处的挺愉快的，但是有可能会分离的原因各种各样。那在你们这个姻缘对象的这个缘分当中，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红线里面当时间到来当那个 timing 正确的时候，你们会去拥抱所谓的命运。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姻缘就是这个命中注定的这个另外一半跟你之间是很强烈的这种所谓的，好像仿佛月老的那个记事本里就写好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你跟他之间 OK 小的时候或者是之前就认得，但是呢由于一个原因，你们根本就没有走到所谓的那个姻缘的那个地方去，只是认识，只是相处的很愉快，只是2个人觉得对彼此有印象，然后也没有太过于 OK， 也没有太过于可能很强烈的说是往姻缘的方向去走也许那个时候还小，也许你们也没有那样想过，但是呢当时间正确的时候，你们会拥抱彼此的命运，你们可能会走一大圈各自都已经有了，比方说恋人或者是有过的几段恋情走了一大圈，发现最后遇到了这个人，这个人还是之前认识的他，还是之前认识的那个人，那你们再一次相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原来是你那2个人可能会拥抱彼此，这种熟悉感，这种很放心的安全感，这个之前就有的很好的感情基础，会让你们很快的就是很亲近，也许会一起去诉说你们在感情里的遭遇，可能是感情里的经历 OK， 但是你们会发现跟这个人在灵魂当中是非常契合的，可以说到一起，可以有
OK， 这边有可能啊，你们有类似的情感经历，或是你们有过类似的在不同的地点啊，在各自的生活圈里所遇见的人，所遇见的事情，可能有些地方大家能够非常的理解。等到我们长大以后，就会发现，其实有类似经历的人，还蛮容易说到一起去的，因为有些感受，有些所谓的这些感悟啊，只有真正走过的经历的人才会懂，对吧？所以我看到这边 embrace 非常强烈的那种重聚和拥抱，是好朋友，是老朋友重聚的感觉。走了一大圈，发现哎，原来我的姻缘对象就是他啊，挺巧合的哈。但我觉得这种能量其实很美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姻缘对象，可能是我们最后会放下这颗心，很安全的、很稳定的跟这个人手牵手去走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生。不一定有那种所谓的爱情当中那种刺激感，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情欲当中的那种拉扯，而是给人的感觉很放心、很安心，很舒服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当中真的是有一个经历，有一个圈子要绕一下啊。那如果你们现在是在绕圈的话，就不要去太过于担心吧，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姻缘呢，早就已经定好了，会是一个很好的人，会是一个让你们很放心的人，会是一个让你们觉得很舒服的人啊，跟你们去拥抱。那至于说遇到他之前的情感经历，你就把它当做是一种成长，你就把它当做是一种人生的经历 ，OK？ 也许等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感谢这些经历，让你的人生精彩。你会感谢这些经历，让你爱过，让你痛过，让你证明过自己是曾经活过，或是勇敢的追寻过。那么到最后啊，走过一圈，最后回来还是那一个，我觉得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放心的人啊。就是你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圈子啊，绕这一圈，最后会有一个人在那个终点等你，等你到来，等你回来。他也同样，他有一个圈子，他也要去绕。那么绕完这个圈啊，你先绕完你就等他，他先绕完他就等你。那么回来之后，你们两个人会在那个地点相遇重聚。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姻缘对象跟你的相处模式，我觉得是朋友。你们是朋友，你们是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你们是老朋友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姻缘对象跟你的相处模式，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是命中注定还是会在一起的人，但是遇到彼此之前，你们需要去绕情感的圈子，要去走一遭，要去经历一段。但是最后呢，你们会跟像好朋友一样亲密的这种灵魂伴侣啊，大家 OK 能够去，可能可以谈小时候的事情，可以去谈你们经历的东西，可以去一起流眼泪，一起去痛，也可以一起去开心，一起去分享那些美好和奇迹。是这样子的一个好朋友，和你们会走入这个婚姻。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第二个问题：姻缘对象结婚之路是否顺利啊？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来问宇宙，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你的姻缘对象，你们的结婚之路是否是顺利的？我们来听听看啊。好，感恩宇宙。4张都是逆位的。好，好，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你的结婚对你的姻缘对象啊，结婚之路是否是顺利啊？这边呢，我听到讯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怎么讲呢？这个过程啊，它不能讲顺不顺利，我觉得是一个心路历程的改变。因为这边呢，我看到了第一个能量是说，你们两个人之前是知道彼此的，
然后呢是相互的拥抱，去迎接所谓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属于彼此的这一份姻缘，对吧？你们的所谓的从这个地方从你们开始去就是重聚到你们结婚的这个过程，首先第一点呢，我看到你们有一点排斥所谓的传统婚姻。我们第一张牌是 Hierophant 的逆位，排斥传统婚姻，因为你们可能感觉到两个人在这种重聚的过程当中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因为你们两个人可能会一起去叙旧一起去聊天一起去所谓的诉说你们的苦衷或者是一起去拥抱一些很美好的回忆对吧？创造美好的回忆，你们会非常非常的享受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但是呢，当你们去想到婚姻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心里是既想又怕，因为你们两个人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个姻缘的所谓的这个姻缘开始之前，你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其他，不能说很多，但一定会有好几个或者是一个，至少一个，就是不是姻缘对象，但是却让你们爱得很深或是让你们很痛或是你们觉得说业力或者是情感当中不一样的经历因为我刚才讲过，你们要走一个圈，绕一个弯，绕回来遇到彼此。那么这个圈这个弯这个时间里面的东西，它不是所谓的经历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它会在你们的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它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这些经历给了你们所谓心理上的一些影响，以及你们对待感情对待爱情的一些改变，这个东西是你们两个人需要去共同面对，相互支持，相互疗愈，相互鼓舞的。所以我看到在这里第一张牌 Hierophant， 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点排斥所谓的传统婚姻，或者是你们可能觉得说两个人如果走得好的话，婚不婚姻有没有这个东西不一定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在你们的心里可能已经感觉到这才是姻缘里的所谓的这种相互陪伴的淡淡的温暖的感觉，非常的温馨，很温情。但是当 Hierophant 出现在这里，我觉得你们内心对于婚姻还是渴望的，但是又很怕很渴望但是很怕。 Hierophant 第一张牌出现以后，就是在讲传统婚姻里的一些礼仪上的东西或者是说婚姻当中的一些我们所谓的那种传统婚姻里两个人怎么样去相处，你们可能跟那种相处模式不同，也有可能在你们的家庭关系里，这个家庭关系是你的原生父母，对方的原生父母对于这段婚姻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段婚姻两个人走到一起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声音吧。一旦去讲婚姻的时候，讲姻缘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排开，很多时候到了婚姻姻缘的时候，家庭之间的能量会进来就不是只是感情这件事情，它会有更多的包纳会有更多的包纳。好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宝剑一这张牌，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时候感觉到的能量是说，你们两个人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个定义会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模糊，因为两个人的关系之前就是朋友，之前就认识那么再一次重聚了以后呢，你们会很顺其自然的，就是走入那种很亲密的关系里去。这种亲密不是说两个人很近，或者是两个人 OK 要一起怎样，这个亲密关系是说这个心里对彼此非常的信赖。很多时候感情里输就是输在信任里面，赢也是赢在信任里面。所以你跟他之间的信任感信赖感很强烈，非常的好，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东西。但是呢，这份信赖会让你们恐惧，会让你们不清楚的是说，只是朋友，只是相信彼此，支持彼此，还是说这一个连结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所以我这边感觉到 Hierophant 宝剑一同时出现，就是对这个关系它的这种认知度，你们需要一段时间，你们还需要勇气去面对它。
很多时候选择离开，选择不去考虑这个所谓的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不去追寻心里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要更加的简单和容易，因为放弃更容易。当你们的心里已经开始意识到，其实很希望这个人能够是一生一世陪伴自己的那个特别的人的时候，你们心里反而有点害怕。害怕如果说要的更多，对方会不同意，会离开，失去这一个好朋友。害怕如果说自己真的有这个需求，有这个诉求的时候，对方万一觉得自己是要的太多，怎么办？对吧？所以很多的，我觉得这边也会有一些得失心，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太过于在乎反而不敢，还有所谓的可能会把这个人放到一个稍微高一点的位置，而把自己放在稍微低一点的位置。但是呢，好的点啊，这个跟一般的情感不同在于，对方跟你一样，他可能也会把你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把自己放的稍微后一点点，去更多的为彼此考虑，这才是这段姻缘当中我觉得前2张牌告诉我的能量。而第3张牌，这个是大皇帝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你们必须要打破自己的固定思维，你们必须要去挣脱一些所谓的这个规则束缚。谁说2个好朋友不能成为情人呢？谁说2个人走得这么好不能够走入婚姻呢？为什么这段感情不能升华呢？这个是你们要意识到的，也是这段关系里我们现在要看的啊，就是结婚之路是否顺利，这张牌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父母亲的能量在这边的话，你们最后需要去所谓的排除万难，打破这个干预。Emperor， 你们要重新制定这个规则，你们要自己双方彼此一起来迎接和面对所谓的这个边界线。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宝剑8的逆位，就是要走出这个迷障。所以看到这里啊，其实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2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在2个人去连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幸福，你们有非常非常幸福美好的时光是在这个恋爱期。但是呢，当你们去往姻缘，就是在讲结婚这件事情，你们去往姻缘的这个方向去考虑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有点紧张，而且这个能量会加强。就是你们之前是朋友嘛，在一起相处会很舒服，但是开始去往这种1对1的情侣关系、认真恋爱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或者是出现一些恐惧啊、情绪啊，对吧？得失心。然后等这个感情关系走到一起，再去所谓的面对姻缘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是一个台阶。OK， 又是一个台阶。所以你看，你们这里经历的是2张大牌，一个是 Hierophant， 一个是 Emperor。然后这边还会有2个宝剑能量，一个是宝剑1，一个是宝剑8。所以你们从你们开始重聚，对不对？然后呢，走到感情关系定下来是情人而不是朋友，然后再从这种关系进入到去讲婚姻，2个人决定携手到老，对吧？去面对家庭里的父母的，对吧？朋友的社会圈子等等这些问题，你们有一段路要走。而这一段路程当中，其实所谓的外界的阻碍都是去激励你们内心的勇敢和勇气的一个因子。你们自己的心里2个人双方一起去面对，一起是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很多东西就能解决。所以我这边看到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存在离开之后才知道珍惜，因为你们从重聚这个地方其实才能够算是起点，之前的认识不算，对吧？我刚才看过，你们会有一段很空的时间也好，空间距离也好，其实这一段时间是什么都没有的，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跟你们的姻缘或者是感情相对连的，只是说2个人在各自的生活里去经历自己的人生，但是你们之前是认得的。那么等你们重聚的这一刻，才是真正时间到了，你们去开始打开这段关系的一点一点打开，对吧？这个所谓的迎接命运。所以你们从这一刻开始去算的话，不存在分离，没有分离，你们是一直走到婚姻里去。
那你们是不是闪婚呢？你们不是，因为我看到非常明显，你们还是很在乎什么呢？在乎传统婚姻当中的一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你们的这段关系要打破传统婚姻里的束缚，所以这一段经历里面不是闪婚。那是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长跑？也不是，因为我这边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能量里，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久。我从这边看到没有那么久，但是还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定义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长跑是多长呢？是10年嘛？如果是10年的话，你们肯定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久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会有几年的时间在这里。从这个地方开始到最后结婚，我觉得还是会有个几年时间。还是会有个几年的时间，最后让你们两个人 OK 真正的结婚，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问题如果柏拉图式的爱情是10年的话，你们肯定比这个短多了，没有那么长绝对没有的。但是我觉得会有一段时间，不属于闪婚。闪婚我一般可能会把它定义在，其实1年都还可以，对不对？现在人还挺快的，但是我觉得会比1年要多会比1年要多从朋友到确定感情关系，到最后是给出彼此的承诺，这段时间一定会小于5年时间。从这个地方开始算小于5年的时间，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第2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是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姻缘指南。好，看一下。我们看的东西呢可能是会看以后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我会很希望把这个时间拉回到现在，因为我们当下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我们更快的更顺利的去遇见这个人，去把握好当下，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呢我希望每一期的占卜都可以帮大家去把能量无论是看过去看未来，我都希望能够把最后的这个能量拉回当下，去看我们现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调整心态，我们才能够去无论是改变这个命运还是迎接这个命运，对不对？ OK， 来，我们今天的是 Love Oracle。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牌就以台牌的形式来给大家抽到这个讯息。好，这张牌信任今天我们抽到的是信任，宇宙当下给你的姻缘指南是信任他说转型是通过接受来实现的，一旦你接受当前的状况，其实就会自动的发生变化，或者是自动的发生这个转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给你的这个当下的一个姻缘指南针对的是2个不同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因为我刚才已经读到你跟姻缘对象在所谓的这个真正的遇见之前，你们会有一段路要走，而且是情感的经历会有一段情感的路要走。在这个情感的路线里面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经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这些经历本身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结果，而是把你推到这个结果的一个过程。宇宙希望你在经历所谓的这个情感过程的时候呢，去相信相信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最后是跟这个人在一起，那前面的人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去看，是不是都是不是那个人，对不对？他也不是说错的人，没有什么错的人，只是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姻缘对象。如果我们假设说你其实最后就想找的是姻缘对象的话，那么去看当下和过去的这些人这些事，宇宙希望你能够接受他们，接受这段经历，或者是接受所谓的自己在那段关系当中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改变，以及那个人给你的一些变化，对不对？就像我们在讲这个人他明明伤了你的心，或者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就接受他，而不是排斥他。什么意思接受是说 OK， 你让我不舒服，你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想离开就可以，这就是 acceptance。 那什么叫不接受？他明明让你很伤心，他明明让你很难过，你却检讨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对，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好，我要去做点什么去改变。没有，
宇宙说，面对这些情感的经历的时候，你要去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你要去相信啊，在你的姻缘的这个道路当中，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所谓的这个命运的书写，把你和最适合你的对象啊是连接在一起的。只是说这个红线有一段距离啊，有的人红线很长，有的人红线短一点，慢慢的时间到达，时间正确，你就一定会跟这个对的人重聚。所以你要去相信，你要去信任，并且接受在遇到这个人之前的情感经历，我们去经历而已，而不是把这个东西放成对我们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因为这个人就变了。没有，你还是你。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这个所谓的黄金独角兽的话，你可以选择离开，你可以选择去寻找这个黄金的独角兽，你可以去选择继续的提升自己 ascension， 对吧？去觉醒灵魂的潜力啊，去开发自己灵魂当中最希望去，我觉得是领略的、感受的不同的风景。那么宇宙说，一旦你接受现在的状况，一旦你接受，一旦你看清楚，一旦你能够去我们所谓的接受自己现在的心态，接受自己当下的情绪，我们就马上立刻去转变了这个所谓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 OK 知道怎么办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行动了。就是这个能量所以宇宙呢，当前给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今天的一个姻缘指南，就是 Trust。这张牌其实很像是说，如果你还没有遇到这个姻缘对象的话，接受这个命运的转型可能就是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方，因为你要走一个圈也许你就走了这个中间这里，你还要往前走完了你就能遇到这个人。那你要相信你能遇到他，你要去接受当前的变化，这就是宇宙给你当下的一个姻缘指南。那至于有些朋友，你觉得说当下可能觉得已经跟这个姻缘对象相遇了，或者是你们已经在走重聚的这个路线，你们已经在经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从重聚到最后结婚这个过程，那么宇宙就说你要去信任，你要去相信你们两个人一定可以共同的去面对，一起去共同的打破这个传统，一起去重新创造属于你们的规则和稳定，包括你们的未来也是要去信任，对不对？一旦你接受当前的状况，我现在心里有点怕，我最近好像对这个情感这个方向有一点担忧，我很想去跟这个人继续往前，但是我又很害怕破坏当下的这种美好的相处方式。接受这个自己，接受这个情绪，这样子你和你心里的那个自己就会和解，你们就会一起为这个美丽的实相做努力，显化的更快，更加的成功。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连接关于你姻缘中的事情相关的一些讯息希望今天的能量呢可以对大家有所指引。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小海螺。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为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连接的能量是有关于你姻缘中的事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很特别的主题，两个问题我们要去解答。那我们呢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主牌能量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收集能量的时候呢，抽到的主牌是海星 Starfish。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能量感应是在讲，其实在姻缘当中，你们的这一段感情，还有你跟对方的这个情谊的连结非常的深刻。你们一定是走深情路线的。OK， 而且在这边我感觉到非常强烈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温存，就是非常的甜蜜。那种甜蜜呢，不是说会把人腻到，或者是说让人觉得非常的兴奋，这种甜蜜是心里觉得很温暖。在 Starfish 里面，我们其实第一个连接到的能量就是大海，因为海星呢是在大海当中生存的
所以说大海的能量啊，大海连接的是我们的潜意识，它牵动的是我们的情绪。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自己在情感当中也是看重情感，比看重其他的东西要更多。在你的心里去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情谊的深浅，对于你来讲可能是绝对的重要。OK， 那么我看到在你的姻缘当中，这个能量 Starfish 海星，它讲的是两个人可能是大海当中，非常有默契的两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共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交流沟通很重要，但对于你和对方的这个姻缘来讲，可能你们彼此之间的这种频率一起就是这种大家可以读懂各自的心思，能够在那种小的细节当中看到，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对方今天是不是什么事情心里有心事呀？可能很多这种共情的能量也非常的强烈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能量先放到一边，这个主牌，我们先来解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是要来看一下姻缘对象是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姻缘当中的这个人，你们两个人会是彼此的，比方说战友，一起去面对挑战，一起去追逐梦想，还是说你们两个人会是朋友，还是说他对你非常的照顾啊，把你当孩子一样，又或者是相反的，你来管他，你去照顾他呢？我们来看这个能量啊。好，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问宇宙，你跟姻缘对象是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啊？究竟这个姻缘当中你们会怎样的相处？两个人在这个关系当中是怎样的一种角色？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感恩宇宙，选得到海星的朋友啊，请你告诉我们，你跟姻缘对象是怎样的相处模式？感恩宇宙。家，好，家，这张牌啊，我们其实看姻缘对象嘛，其实也是说跟你有契约关系，两个人会走入婚姻的这个人。那么在这个能量里面呢，我们又看到了家庭，看到了家，看到了房子。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跟姻缘对象的相处模式可能会像家人一样，我听到了有非常强烈的那种陪伴的感觉。因为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的水啊，大海的能量会很重，所以也许在你们的心里，所谓的这个姻缘对象，这个所谓的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予这个家庭的责任，家庭的承诺。那么我看到是 yes，OK， 你的姻缘对象跟你的这个相处模式，可能非常多的都是在为你们的家做努力。为你们的家做努力，而且这边我觉得有一个能量，就是给我的能量感应非常的强，就当前这个家嘛，这个房子的门是关着的，这个门关着的能量在告诉我，你们两个人属于那种，怎么讲呢？有几种可能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并不是那种特别喜欢社交的人啊，你们对于自己的家的这个所谓的偏好啊，还有对这个家的依赖，可能比一般外向型或者是社交型的人格的人会更加的多，更加的重。那么家对于你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姻缘对象当中能够跟你舒服的，在家里长时间相处的这个人，才是你真正愿意走入婚姻的人。OK， 那么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第二个能量啊，在这个家里我听到的是你们比较的 private， 很有隐私。也许在外面啊，比方说工作啊、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活动啊，也许你们会是一种状态，但是回到家里，你们非常希望的是能够卸下所有的，怎么讲呢？就是所有的面具，所有的这个负担，所有的隐藏吧，让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就是很舒服、很大胆，可以很自然的、很真实的说出所有的一切。其实今天我们去看两个人的相处啊，我们去看两性关系的能量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比较的所谓的还是会比较在意，就是比方说说话呀、做事啊，或者是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谨慎，比方说针对于这个人，对不对？这个能量呢，当然非常的好，因为在相处之道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说话，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给予这份感情，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但是呢，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觉得你们的能量超越这个所谓的平凡，或者是超越所谓的世俗。因为当两个人的这种心心相印的能量达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其实无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说，只要对方的心里有你，只要你的心里是有足够的爱给对方的，其实无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甚至是有的时候不说话，你们双方两个人都能读懂彼此的心意。其实这个呢，也是在感情里我觉得是很高的一个层级，就是很高的一个状态之下吧才会到达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家里可以说着心里最直接的话语。大家想一想啊，当你在家的时候，比方说你小时候啊，我们在这边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假设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原生家庭都很幸福 ，OK， 都是非常好的家庭。那你们在家里跟父母说话的时候，你需要去考虑你要怎么说话吗？可能不会吧，对吧？你在家里的时候跟父母要什么东西，或者是跟父母商量一件什么事情，你需要去考虑你要怎么说吗？可能很多时候你都是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啊，爸爸妈妈，我想买一个篮球啊，爸爸妈妈，我今天放学要跟朋友出去玩，可能就直接说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到的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家里面，你跟你的姻缘中的这个对象属于那种有绝对的坦诚，有足够多的爱，应该这样讲，你们会把彼此真正的当作家人来对待。所以在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啊，可能非常像彼此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像他爸爸妈妈一样，就是爱他，给他温暖。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会像你的，比方说爸爸妈妈一样，就是会保护你会去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就是我这边感觉到那种父母亲强大的那种大家长的能量啊，会在你们的家里非常的融洽，其乐融融。你们会一起去，比方说买房子，你们会一起去建造这个所谓家里面需要的东西，可能一起去赚钱，一起去奋斗，让你们的家越来越温暖，让你们的家越来越稳定，让你们的家我觉得是越来越大，包括增加新的成员，对不对？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其实这种样子的能量，如果说你很渴望你的姻缘，就像是选择到了自己的家人，走入了一个长大之后你选择的家庭的话，那么这就是你的姻缘了这个是 home 家，好，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美好啊。那我们的第二张牌来看一下，第二张牌选择到这个海星的朋友关于你的这个姻缘中的事儿，我们来听听看姻缘对象跟你的相处模式宇宙给出的第二张牌是什么呢？感恩宇宙。这张牌 confusion 困惑，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今天的主牌一起来看，才能知道究竟宇宙在这个地方给出的一个讯息和指引是在说什么。第二组牌的朋友这边我们明显感觉到海星，我们看到了大海，我们看到了潜意识，我们看到了情绪，对吧？这种表达。那在你们的相处模式当中，宇宙说你们一定要去寻找真相，寻找这个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相其实在不同的能量层级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的海星它讲的是直觉，倾听你灵魂的真相，少一点思考，多一点感受。所以我们的第三张牌出现的是 confusion 困惑。那么在这里呢，我连接到的能量是在讲，其实在你们的姻缘当中，你们的相处模式里面你们要去打破一个所谓的你们当前意识，如果你们还没有去跟这个人遇见，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话，就是你们要去打破一种意识。这个意识可能是你们原生家庭从小教育社会环境给你们的意识，就是说很多事情可能都是要去思考分析权衡判断这是我们长大之后可能从这个外界能量当中所吸取的
对吧？一种方式，无论这个方式是帮我们去做决定、做选择，还是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可是呢，在情感里面，尤其是在婚姻当中、姻缘里面啊，你跟他的相处模式必须得跟外界的人不同。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当中，如果你们用更多的思考，去看现实里的事实的话，很多时候你们都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不明白、不了解。但是只要你们用心去感受，你们就会看清楚所有一切。对方为你做这件事情，对方说这句话背后的用意和意图是什么？相对应的对方如果只是看 OK 你今天回没回短信，或者是说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去照顾孩子，谁照顾孩子多一点，用这种所谓的事实去思考的话，你们两个人就会困惑。你们一定要用感受去感受这两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怎样的一种频率，不存在谁多谁少，谁有心谁就做谁当下有这个能力谁就做。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要更多的感受，去感受到彼此可能已经用心了，已经尽力了，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真的在为你着想，去帮助你，去包容你，去理解你。OK， 他的承担不是他一定要做的，但是他却做了，这个背后就是他对你的爱，他对这个家的责任vice versa， 就是你跟他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看到 confusion 的时候呢，我刚才感觉到这张牌的能量其实跟我们的海星是直接对应的。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姻缘当中走的是情感连结之路，用情感去感受，用你们的感觉去感受这段爱，会给你们的关系带来很多很多的温暖，很多很多的安全感。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用思考的话，用这种事实分析比较那么你们就会陷入到一个陷阱里去。这个陷阱不会让你们快乐，这个陷阱也不会让你们理解，这个陷阱会让你们掉到黑暗当中去。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跟你的姻缘对象多用情感去相信你们的这份情谊，将为你们的姻缘，为你们的婚姻，我觉得是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我们今天看到是这个家。好，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第一个我们是说你跟你姻缘对象的相处模式吧，那么这边就是家人，不是朋友，是家人，是你是他的家长，他是你的家长你会去照顾他，对方也会来照顾你，你们时而可能会更换这个角色。 OK， 在这个地方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姻缘 OK， 这个是绝对是走温情温暖的家这个路线，非常多的情感非常多的情感，情绪的连接很深很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的是姻缘对象跟你之间的结婚之路是否顺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其实是看的什么呢？就说有些人可能会闪婚对吧？有些人可能会走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长跑啦，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种离开之后才知道珍惜，所以感情可能会有之间的一件，我们在讲一个转弯嘛，然后最后是回到这个彼此的身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跟姻缘对象的结婚之路是如何的，是不是顺利的呢？第一张牌是权杖10，第二张牌是宝剑4，第三张牌是宝剑5，最后一张牌是权杖6的逆位。好，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感应到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从这个姻缘就是这个结婚之路从两个人认识，最后是进入婚姻，我感觉到的能量在告诉我，这一段过程不是非常的
简单。我感觉到这个时间其实是有一点漫长的 ，OK， 而且呢，在你们的这个婚姻之路里面啊，结婚的这条道路，就说你们两个人其实是这个过程有比较多的热情，但是呢，我看到真正结婚的这一刻，其实你们等了很久 ，OK。首先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啊。首先，第一张牌呢是权杖十，这张牌呢也是我们今天的4张塔罗里的唯一的一张正位嘛。这张牌呢，我们都知道权杖十它讲的是一个很满的能量，对吧？满到已经不能再满，多到已经不能再多，所以这张牌其实它的这种压力和重量是很重的，是很多的。权杖十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应是说，你们两个人可能在这个结婚之路里面，你们承受着比较多的压力，而且你们需要去，怎么讲？我觉得你们需要去做一个改变啊，需要去做一个改变，需要去让你们的激情和热情重新的去激发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听到的能量是在讲，你们也许在最先开始相遇的时候，你们未必是说一下子就喜欢彼此，或者是未必是说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是我的姻缘对象，而是你们两个人可能在这个认识到热恋期的地方，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美好的约会呀，然后又会有激情啊，然后可能又会有一些，比方说误会啊，或者是吵架呀，就是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比较就是五味杂陈，什么能量都有的一种集合体。OK，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两个人相遇了非常的好，然后两个人谈恋爱了也很顺利，然后就结婚了就是这种情感可能也有吧，可能闪婚吧。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比方说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你不是对他特别的感兴趣，那对方可能会追你，或是对方想亲近你，慢慢的，也许你会觉得他不错，然后两个人开始约会，然后两个人可能开始去相互了解，又会发现意见的不统一，又会发现可能对方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对吧？伤害了自己的心，就是这种起伏跌宕的这种往前起伏跌宕的这段关系在往前推进着。那么我们到了宝剑四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看到的是你们的关系里就是到这个结婚的之前的这一段路，你们其实是有过相互伤害的这个事情会发生。那么这个相互伤害的事情呢，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我听到的是，也许在这期间，就是从你们认识到结婚的这段路中间，有可能会有一个误会，这个误会呢可能会跟第三方的能量有一点关系。OK， 这个是我听到的。但是呢，这个第三方的能量呢是改变不了你们的命运的，因为这边非常明显，你跟他呢是姻缘的缘分所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的能量，或者是第三方的能量呢，可能多多少少让你们两个人有一点就是说有一点惊讶，或是有一点伤心难过有一点想放弃。但是我看到是你们两个人呢最后是放下、原谅并且疗愈。 OK， 所以这段感情其实中间是有一段时间可能稍稍有一点让人有点担忧有一点担忧，可是呢最终你们还是会往前你们还是会连接在一起。那么同样的呢，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还有一个能量，你们也要小心一下，就是跟孩子有关的信息。 OK， 跟孩子有关的能量这边呢是大王占卜，我就不展开，但是我现在呢连接到的能量是有可能跟你们之间的这一个事件让你们觉得有一点伤心了、难过了的这个事件，也跟孩子有一点关联也许孩子的问题是需要你们去有共识的，或者是孩子相关的问题，你们需要把它解开，你们才会真正的 OK 我觉得是再一次的去推进这段姻缘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宝剑五的逆位嘛，这张牌呢在告诉我非常明显的，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跟你的姻缘对象有可能两个人是有一点势均力敌的感觉，你们有可能呢是比较类似的两个人，你们在做事啊、说话呀、交流啊、等等方面，可能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小像。那么像呢，这个能量是说，当你们感情很好的时候，你们就会沟通非常的顺利。但是如果说你们走到一个弱点，就比方讲，你可能某方面容易钻牛角尖，对方可能在那个方面也非常容易钻牛角尖。那么当你们触及到这个能量点的时候，两个人可能会同时的爆炸，就两个人可能会同时的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去轻易的走出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到这个陷阱里去。所以呢，宝剑五的逆位啊，我听到是你们其实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在这个姻缘啊，从你们认识到结婚，其实你们是有很多的魔力的。这个魔力在于说，在结婚之前，你们的感情是非常确定，但是相处的时候，你们有很多的磨合，是在结婚之前就会做的。结婚之前两个人就会磨合，就会有很多的磨合。所以宝剑五这张牌呢，我看到是你们两个人需要相互的磨合，需要相互的理解，需要相互的去更多的认识，你们才会知道当你们处在矛盾的时候，当你们陷入到这个陷阱里去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出来救自己，那么救自己就可以救对方，这样子这个关系就能够得到一种解救。这个是宝剑五。OK， 所以呢，在这边其实还会有一些关于我这边听到一些世俗当中的一些事情啊，你们在结婚之前呢是需要去看淡的，你们需要去看清楚，因为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要走入的是很有隐私的家，对吧？所以对于外面的能量，对于比方说社交里的事情，对于你们回到家里二人世界之外的事情，你们要在结婚之前，我觉得是得到一种相互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和应对。只有在这个模式之下，你们才会更加的确认就是这个人可以带回家，或者是你们心里才会更加的确认这个人是你的婚姻中的那一个对的他。那么最后的这张牌呢是权杖六，这张牌呢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其实跟刚才的能量相互有一点连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相互有一点竞争关系。OK， 有的时候呢，在两性关系里，两个人如果很类似，两个人可能这个能力相当，或者是两个人性格方面可能又很相似的话，非常容易进入到关系里的竞争关系。可能很多朋友当下会觉得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或者是说一个阳性的，一个阴性的能量在一起，还有什么竞争关系 ？Yes， 有的，甚至有一些两性关系里，其实两个人呢会把对方作为一个假想的一个竞争对象。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婚姻之路里面，我看到这个能量，也许是出于你们的不安全感，也许是出于想在这个喜欢人的面前更加多的证明自己吧。找到这份所谓的安全感，无论是什么原因，我看到在你们的这个结婚之路里面，你们需要去打破这种观点，打破这种意识，你们一定要能够更加多的去赞扬对方，看到彼此的优点。一旦你们的想法，你们的这个角度转换之后，你们离结婚就非常的近。因为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你们两个人的默契也是最棒的。那么这样子有默契的两个人呢，读懂对方就会是天作之合。可是有的时候，万一要是读错了呢？万一要是竞争意识起来了呢？那么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可能也是非常容易去，我们在讲因爱生恨的。因为有的时候爱的越深，可能恨起来就会越加的紧张，就会越加的强烈吧。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就是切记切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你们两个人走的是深情的路线。但是呢，我看到一个呢是外界环境，这边的外界环境，一个是世俗里的社交里的，一个呢是第三方的能量的，有可能会对你们有一些干扰。再来呢，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所谓的这个竞争意识，
不要把对方当做竞争对象。OK， 不要把对方当竞争对象，你们是相互彼此携手走入家庭的这个人。所以说这段婚姻啊，这段所谓的姻缘吧，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更多的解到当下，我觉得是宇宙呢带给了你一个跟你很像的一个对象，你们两个人其实相互彼此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这段情感之路。从当下来看的话，我觉得你们的结婚之路吧，没有什么大的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所谓的裂痕啊、伤害啊、离开，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属于那种小夫妻，小打小闹会一直有的这种一对。就是不是我们在讲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顺利、甜甜蜜蜜，不是。你们一定是有小打小闹、小斗嘴、小生气、小瞧气、小嫉妒这种所有的我们在讲人可能有的七情六欲的能量其实会在你们这边，你们两个人就是一起被激发出来。所以这段感情也是我觉得一边在成长，一边在推进，一边在生气，一边在原谅。所以你们走深情路线嘛，两个人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就会更加多的去了解，更加多的去认识 OK， 这个人跟我之间怎么回事，对方究竟什么事情是他的逆鳞，对不对？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人对方也要来了解我们自己，这样子两个人在关系的相处里面吧，我觉得是一边尊重相互的尊重，一边呢也是去共同的理解，共同的扶持。所以这一对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姻缘呢，我觉得就是小夫妻啦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小夫妻，你们是一起成长，一起提高。好，所以说我们要是总结的话你跟姻缘对象的结婚之路，我觉得这个顺利的程度呢是70%啊，70%，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小磕小碰的东西，你们要一起去克服它一起去克服它。好，那最后的一张牌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呢，我们是来看宇宙当下给你的姻缘指南。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姻缘对象跟你之间姻缘中的事情，那么对应在当下的你，尤其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一些成长，各自的成长，各自的提升。一旦你们把这个东西做好的话，你们的结婚之路，我觉得是一定更加顺利，而且会顺利很多。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宇宙的讯息，宇宙当下给你的姻缘指南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他说请你给马上会来到你生活里的这个爱的祝福一些感谢。你要知道自己值得，并且拥有你心里想要得到的一切。这张牌呢，我觉得是两个很重要的讯息。首先第一个吧，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情感之路宇宙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好运降临。OK， 希望这个人就是你的姻缘对象，如果你想结婚的话，对不对？首先是这个，所以宇宙希望你能够在当下的能量里面呢，更多的感恩，给出更多你的积极，你的爱。那么在这种能量当中，你将得到更多的好运。那么同样的，我们去对应你未来的姻缘对象和当下的你，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在你跟他的相处里面，尤其是遇到一些比方说小的事情小的矛盾点，小的一些不舒服的东西，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包容心，或者是说能够所谓的感恩为主然后呢那些小毛病什么的稍稍的不要看得那么重的话，也许你们的关系也是能够走得更好。很多时候在关系里我们其实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相互挑毛病的这种陷阱里去。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跟另外一个人不是去找到对方的缺点，不是去看到对方的毛病，然后呢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对象，而是我们就去看这个人的优点，我们就去看这个人的美好，
并且不断的把这个优点跟美好去放大。谁都喜欢表扬，对不对？谁都喜欢正向的一种肯定。那么你越是给出感恩，你越是去承认或者是认可对方的好，那么对方就会不断的去重复，或者是更多的把这个好的能量成百上千倍的去做。那么对于你来讲，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像是一种能量的引导吧，不是思想的引导，是能量的引导，就是让我们在感情关系当中，两个人不去挑对方的毛病，不是去挑对方的坏习惯，而是说不断的看对方有什么优点，只看优点，不看缺点。因为你的能量在哪里，哪里就会被得到显化，世界吸引力法则，对吧？那么有些东西我们在讲，世界上也不存在什么完美，可能这个完美的情人、完美的恋人、完美的姻缘对象也不一定真的就存在，也许存在吧，他们很少。那与其去吹毛求疵，与其去追求完美，不如让我们去珍惜眼前人，对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吧，就是在讲，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跟一个情感的好运，或者是讲你感情当中有好运要降临嘛，所以当前你就多多的去调整你的情绪，调整你的能量啊，那么你会很快的遇到它。那么在第二个能量当中呢，宇宙就说你要知道你是值得的，并且拥有你心里想要的一切。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能量里啊，或者是对方，就是这个姻缘对象，你们两个人可能都属于比较感性的人。OK， 情义重于一切。那么你们就需要去在情感的这个能量当中，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水呢，非常的柔情 ，OK， 非常的柔情，也容易感伤，容易动情。那么动情起来啊，就是水象的星座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有感应啊。那不是说你一定要是水象星座啊，就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知道，你的情绪既是你最好的厉害的这个技能，同时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情绪有的时候有高有低，情绪是周期性的一个能量频率，所以情绪高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非常的积极，我们拥有大爱，我们拥有这种包容，但情绪低的时候呢，也许会情绪化发脾气，也许会情绪化找毛病，找对方的缺点。所以宇宙在讲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呢，也要去知道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那么在感情之路里面，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遇到你的这个姻缘对象之前，也许你会有感伤的时候，也许你会有伤感的时候，但是请你一定要用你的这个情绪帮自己走出低迷，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情绪去感受到，其实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让你想结婚，让你想跟他一起建立家庭的这个人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能量，宇宙非常希望能够在当下吧对你讲。所以你的姻缘指南当中第二副牌的朋友也是要稳定稳住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的稳定不仅能够为你带来所谓的跟姻缘对象更好的相处，同时也能够在你遇见姻缘对象之前，帮助你情感世界的疗愈，吸引到你最喜欢的那个他。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呢所看到关于这个你姻缘中的事来自当下宇宙给你的一些讯息，希望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祝福所有的朋友能够早日的去迎接这个即将进入你生活的爱情的好运。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粉水晶一颗星，好，放这边。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你姻缘中的事。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姻缘，我们要解决两个大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姻缘对象和你之间是如何的相处模式。你们是一起的战友吗？比方说一起去面对阻碍，一起去挑战，一起去追逐梦想，
还是说你们是相濡以沫的朋友，对吧？或者是你是他的这个管理人，他是你的管理人，就属于那种我们都知道有的关系里可能是照顾彼此比较多的啊，像彼此的家长。对。然后呢，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跟姻缘对象的结婚之路是否是顺利的？那么这个结婚之路，我们知道有可能是闪婚，对吧？有可能是柏拉图式的爱情长跑，也有可能是你们离开之后才知道这个珍惜。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啊，这个从恋爱到结婚，其实它这个路程，每个人所经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OK，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结婚之路啊是如何的情况。最后呢，当下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宇宙呢给你的一个姻缘指南。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啦。好，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提前为你抽到的牌卡就是你面前的这一个熊猫 Panda。OK， 这个能量其实让我感觉到吧，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姻缘对象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可爱、憨厚可掬，非常慈祥、非常温暖，让你觉得就是很想拥抱，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暖心的一个暖宝宝。在这个熊猫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熊猫嘛也是我们国宝，对吧？熊猫也是国宝，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对于你的姻缘对象来讲的话，你们两个人之间会视彼此为珍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呢，我们却能够在那个特别的人的眼中是那么的特别，是那么的珍贵，对不对？那么在姻缘当中，在婚姻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也许你要找的就是这种感觉吧。也许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性格是非常谦虚的，也许你们的能力很强，但是你们很谦虚，你们还是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凡人的这个角度里面哦。但是呢，我看到你们所谓的这个平凡，事实上在你姻缘对象的眼中是那么的特别，你是世界当中就是像熊猫一样珍贵的物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好的婚姻其实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很多很多的滋养，能够让我们的心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的一个美好的珍贵的一个礼物，对不对？好的婚姻其实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幸福的，能够让你们感觉到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人在世间，会视你为珍宝，无论别人怎么说，在他的眼中你都是最好的。这样子的人，确确实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你们去联姻，或者是走入这个最终极的一种承诺嘛，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熊猫啦。对，好，我们先把这个主牌放一边，因为我等会儿会回来还讲这张牌嘛。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能量吧。第一个能量我们要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说，你跟姻缘对象会是怎样的相处模式 ？OK， 是战友，是朋友，你们相互是，比方说彼此的家长、大家长就是去照顾彼此呢，还是怎样？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宇宙给出的具体指引是什么。感恩宇宙好，今天我们这边牌有2张，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首先是25号牌，这边讲的就是转型，然后是49号牌，讲的是守护护身符吧。OK， 你跟他的相处模式吧，其实在25号牌这里这张牌除了转型的能量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共舞。这张牌它其实是蝴蝶嘛，大家看它讲的是蝴蝶，从这个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这个过程是转型，但是呢，我们在牌的能量当中非常明显看到是2个火烈鸟它们是相濡以沫，他们2个人是跳着这个美丽的双人舞。所以你们的这个相处模式，我觉得一定是有一起去蜕变，一起去改变，一起去让彼此变得更好，我觉得有这个能量再一个呢，我这边是觉得2个 OK， 2个，所以你们的这种 duality 的能量也很强，二元性，所以你们2个人非常有可能就是彼此的那一个相濡以沫的朋友。
相濡以沫的朋友，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悲鸣，一起去面对外界，一起去让两个人一起都变好，不断的转型，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强。这个是25号牌。然后49号牌我们看到是护身符嘛，这张牌非常厉害，它讲的是你们的相处模式你们是彼此的守护。刚才我看到这个熊猫，就我抽熊猫的时候，我的能量感应嘛，就是一个是非常憨厚可爱的，然后呢就是视彼此为珍宝，视彼此为珍宝。那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珍宝，对吧？你就是他的护身符，你就是他的守护神，那他视你为珍宝，那么对方这个姻缘对象就是你的护身符，他就是你的守护神。所以你们两个人所谓的你去有你的人生，你去走你的目标理想，他去走他的目标理想，但是你们却是彼此的守护。你看，就好像说 OK， 你去上班，你去工作，你去学习，你去探索，但是对方总是有一个关心你的心在你的左右，随时随刻呢给你补充能量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去面对外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比方说评论别人的否定或者是外界的质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非常需要能量的补给，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给我们打打气，加加油，或者只是告诉我们无论怎样我都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哪怕就是这种，对不对？所以这张牌护身符，我觉得对方是你的护身符，你也将给对方你的滋养和你的爱，成为他的守护神。所以你们两个人呢，就是那种并肩背靠背，你们把后背交给了彼此。OK， 你们把后背交给彼此，不用担心后面你们的大后方。所以你们两个人，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婚姻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个能量的加持。意思就是说，这个婚姻这个姻缘对象进入你们的生活，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完成了你这一生的姻缘，所谓的这个连接，这个感情同时你们的姻缘，你们的结婚对象还是你们的大大的贵人，是你们的贵人。因为我看到这边其实你们真的会彼此相互的帮助，无论是我们在讲物质上的条件中的，还是精神上的，你们会相互的帮助。而且这边我感觉到你们可能有一些就是生活里的部分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也许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层面你们可能会一起去创造，比方说也许你们会一起去经营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两个人除了自己的主要的这个事业之路，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你们两个人都共同的去分享，然后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尝试，一起去创造。所以这个生活给人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视彼此为珍宝。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也许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人是很难就是找到的很难找到一个生活当中可以这么契合，然后呢又那么的就是为自己着想，视彼此为珍宝，这样子的一个人成为姻缘对象，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吧。好，那这里呢是我们的第1次抽牌，我们还有一组牌来连接这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继续问宇宙姻缘对象和你之间是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我们来问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宇宙，他说宇宙呢会指引你去往那个特别的人身边，请你允许一切的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这一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相处模式更像是在说，也许很多时候你们都没有去刻意的，比方说所谓的去维系关系也没有刻意的所谓的去投其所好，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比方说让自己有一些沟通的技能或者是说怎样去说话去调节这个情绪我觉得好像没有这种能量
第三组牌的朋友，这张牌宇宙让我看到的是，你跟这个人之所以能够视彼此为珍宝，是因为你们的大局观和世界观非常的一致。也许你们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是属于那种心比较大的人。这个心大在于说，你们看待事情、看事情的角度一般会比较的高、比较的远、比较的大、比较的广，而不是去抓那些很小很小的细节。所以你们对于自己的人生可能是有那种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的。在我们世俗的世界当中，当一个人的角度很高、很大、很广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带有一定的哲学，带有一定的我们所谓的人生哲理的。所以当你们的大局观和世界观能够相对齐，能够一致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两个人是彼此的灵魂伴侣啊，我觉得是彼此的灵魂伴侣，因为你们可能看待事情都是以一个大家都好，或者是大局为重这样子的角度去考虑，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在思考，你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你们的思维导向非常的一致，可能都是往某一个方向去思考，往某一个角度去照顾。所以这样子的你们，我看到啊，就是给人的感觉虽然是小夫妻了。我们今天看姻缘嘛，虽然你们两个人是小夫妻，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一对情侣，这一对夫妻啊，可能对于你们的婚姻生活会比较的超凡和超俗，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雅，非常的有那种文化的气息。比方说两个人会一起探讨人生哲理啊，会一起去帮助比方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这个贫苦的人，帮助受伤的小动物，帮助这个所谓的世界里的比方说什么样子的救治的组织 OK， 你们可能会去看一些很大的东西，所以在感情当中细节的小事情，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需要去为这些事情而烦恼，或者是刻意的去维护，而是你们两个人很多聊的话题和主题都是关于更多的宇宙这个族群这个大体所以你看这个是转变嘛，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连结不仅仅是让两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地球，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两个人相当于找到一个人生伙伴吧，同时呢，你们也是找到了一个精神的支柱，让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去探索，一起去超越这个平凡的自己，就两个人可以在相互彼此的这种能量的鼓舞之下，成为更好的自己。OK， 这个是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在小的细节、小的事情上，而是你们的这一对相处，这个情侣之间，可能更多的是看向大的方向，比方说想要去哪个地方，想要去哪个国家，去旅行也好，去看一看那边的人文也好，去帮助那边的需要帮助的某个组织也好，我觉得可能会看得比较的大。看得比较的大，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其实可能就没有机会，或者是机会很少的会去看向生活里的那种口角，比方说油米柴盐酱醋茶的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都是去看更大的东西了所以这边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的一个相处模式吧，很特别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是来看你跟你的姻缘对象结婚之路是否是顺利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从相识到结婚这条道路是否是顺利的？感恩宇宙。第一张牌是 Justice， 第二张牌呢是宝剑七的一个逆位，第三张牌呢是金币一的正位。
最后一张牌呢是吊人的逆位。好 ，OK。我觉得总体来讲，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姻缘对象啊，这个结婚之路是比较顺利一点的啊。因为这边我看到，首先吧，宇宙在告诉我，你跟你的姻缘对象是两个很厉害的人。这个厉害呢，在于说可能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呢，对于很多事情，你们都，我觉得是看得很明白，看得很全面。所以第一张牌 Justice 给我的第一个就是宇宙给我的能量在讲，你跟你的姻缘对象在沟通和相处，特别是早期，你们的这个发展是非常温和的，就属于那种大家聊聊天，大家说说话，一起去，比方说出去走一走 ，OK， 没有那种很过激的激情和那种很热烈的东西，而是相对应的，大家很理智，非常平和的，就好像两个人是朋友一样，去沟通、去交流，一点一点的去谈向更深更广的话题，让你们两个人可以去，我觉得是很轻松的，就是去聊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呢，可能对于你们来讲都非常的感兴趣你们一定是有一些我觉得是相类似的一些比方说背景，或者是很相类似的工作，或者是很类似的一个理想。所以你们两个人呢，在相处的前期，其实我觉得更像是朋友，但是呢，又比朋友要多了一些认可。有的时候啊，其实情感当中，我们去想象的那种就是那种很缠绵的，或者是很激烈的东西，未必就是情感的唯一的方式。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也可以非常的轻，非常的淡。比方说两个人一起去做事啊，一起去聊天，可能看起来都很平和，像普通的朋友，但是呢，在心里可能会产生对彼此的那种认同，还有尊敬。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那种，比方说心胸宽广啊，一些美好的品德，其实是很能够去让对方感觉到值得尊重值得尊敬，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如果多了一些尊重、崇拜，那么这个情感的连接也会更加的紧密。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跟你的姻缘对象之间，你们在情感的连接当中其实是比较温和，没有那些很热烈的、很缠绵的。当然可能你们在私下两个人的世界肯定会有但是呢，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真的非常的平和相处起来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平静，可能就是去一起去看看风景，一起走一走，一起去比方说参加一些活动参加一些活动，可能你们相互之间还会和其他的人一起互动都会有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考虑你们的情感，在考虑你们结婚对象，就是相互结婚的这个事情，其实它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大家就去考虑，而是你们在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感受到彼此是非常合适的另外一半非常的合适，两个人可能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崇拜，然后就觉得这段感情其实真的是老天爷或者是宇宙再给你们派一个所谓的灵魂伴侣让你们就是很顺其自然的靠近彼此。第二张牌呢是宝剑七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关系可能比较像一点点的暗恋这边我感觉到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有一点暗恋的，你们都不会去把这个问题给说破，也不会把这个感情的深度去，我觉得是很豪放的去流露更多的可能都是比较收敛的状态。那么宝剑七呢给我的能量感应是说，你们在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就会觉得藏不住了，因为你们对彼此的心意和感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包括你们周围的那些曾经受过你们恩惠的，曾经被你们救治的那些人，都可能很想撮合你们两个人。因为在大众的眼中，可能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天作之合，真的是非常合适走到一起的两个人，甚至你们还会就是听见很多其他人给你们的祝福，希望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去
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其实两个人就会发现就很自然的两个人就想就是牵手，就不仅仅是朋友，不仅仅是一起去做事，一起去解决问题的两个伙伴，而是说你们更加可以去成为人生的伴侣。所以我们看第3张牌就是金币一，这张牌就代表着两个人关系的确立，两个人开始更加稳定的、更加有承诺的去发展这段情谊。我们前面看的是 Justice， 然后是宝剑嘛，现在来到土元素，所以更多的是一种亲密，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到一起，而不是说仅仅在思想当中大家去交流去互动或者是去做事而是说在生活当中你们会亲近，你们会走到一起，你们去一起去发展这段感情。那么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吊人牌，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像加快了这个婚姻的进程如果说吊人牌是一个逆位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是一个停滞，但是呢吊人牌的一个逆位给我当前的感觉而且又是一个大红色的背景，我觉得可能你们两个人就性格而言是比较缓慢的，比较优雅的，比较我们所谓的顺其自然的。但是呢当你们的感情走到一定阶段了以后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比较的热烈我们看到火烈鸟嘛，并不是说大家这边不热烈，而是我觉得这个热烈和这个热恋的能量会在晚一点的时候就是迸发出来不是因为激情和这种恋爱脑去激发你们去往前走，而是你们真的非常合适，最后走着走着就开始进入到热恋期，是因为你们的情绪，是你们的这种情感的基础我觉得是一点一点的加强，最后的这种热烈和热恋的话，它是一种感觉是情感相处里的高潮。OK， 所以这个 Hangman 到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打破你们原本的计划。OK， 打破原本的计划。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你是慢热型，或者是对方是慢热型，你可能会觉得说两个人在关系里要有很多的这种慢慢来，慢慢看，慢慢走。但是呢我看到的是这个热情和热烈它会是一个迸发式的一个产生，当你们真的走到一定阶段了以后呢，可能你们就真的是很想去我们所谓的跟彼此就是有更多的热烈的一些互动。OK， 所以呢是打破了你们原本的时间规划，或者是打破原本的一个计划。这张吊人牌呢更多的给我的能量的感应是一种放飞自我的热情。OK， 这个缰绳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已经松了的，所以这个女生她是在我们所谓的那种放飞自我的那种舞蹈，头发也是飞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反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是从你们的冷静当中加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你们的理智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感性，让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一个温度，不会太冷，但也不会太热。在这个地方加入红色，这种热烈反而是中和。这个能量我们在主牌里也同样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虽然抽到的是熊猫，但是这张熊猫它给出了能量是什么？它讲的是如何在这个状况当中去加入平衡的元素，去加入你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你们的结婚之路给我的感觉是两个很理智的人，两个非常平静的两个灵魂在感情当中走到一定阶段以后，你们将顺其自然的加入情感，加入热烈。OK， 你们的情感和热烈不是说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讲荷尔蒙，然后两个人就很热烈，而是我看到是当你们相处到一定时间段以后这个热烈它是自然而然的迸发出来的，或者是激发出来的，所以这段关系不会太冷。第三组牌的朋友不要担心，如果你其实是有点喜欢热烈一点的话，不要担心，只是说你跟他的热烈会在晚一点的时候才会被激发出来。所以这段感情来看的话，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慢，然后变快，对吧？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种感觉，而且总体来讲这个能量里我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阻碍。你们的结婚之路我觉得是一个蛮顺其自然的，就是先开始冷一点，然后突然的加温，可能这个地方就有闪婚的感觉了。
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突然的有一天，两个人决定一起去领证，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决定一起去买结婚钻戒，可能就是给彼此承诺的这一刻的到来，就是解开这个束缚，打开这个枷锁，不用再去等待了这个吊人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用再等待了，不用再去想了，这个人生伴侣就是你，就是他。OK， 这边牌卡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能量最后一个能量呢是来看宇宙给你当下的姻缘指南。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姻缘指南是什么。好，我们今天以台牌的方式来给大家抽取宇宙给当下的你的姻缘指南。OK， 这张牌。来看一下这张牌讲的是什么。他说去想象所有不想要的思想全部呢都在光的能量照耀之下被溶解，去给新的机会创造空间，去给你的生命创造无限的可能。interesting。这张牌呢我读到了一些能量在告诉我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结婚对象？我听到有的时候是出于你个性，可能你第一个个性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力很强，你们是那群被大家尊重崇拜的人，但是呢，大家一般可能会觉得你不是那个缺少就是脱单对象的人，可恰恰相反，你非常需要一个脱单对象，你非常需要找到这个灵魂的伴侣，你比别人更加的渴望这个特别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第二个，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你的个性当中，可能你有的时候觉得对于这个姻缘对象，你有非常特别的要求，可能你不太喜欢当前世俗里的那些，比方说小小套路或者是小小的调情其实你非常想遇到的是一个在思想当中，在人生观和大局观里面跟你相类似的人，而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很难遇到，因为去看小事情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满足。一旦这个能量它的频率到达一个高度，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怎么讲，有这些高度的人，或者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会比较的稀少。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我自己不断的在成长，我自己不断的在努力，可是却发现能够跟自己同频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也许这种所谓的成就里面带有一点孤单，带有一点孤独吧。可是呢，我想告诉你第三组牌的朋友，宇宙当前希望你能够把这些思想放下。你知道这些思想它是不能够帮助你去比方说真正的吸引到另外一半的。你的心态要从可能不可能的这种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和绝望，变成相信奇迹，相信宇宙。因为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非常的大，我们这个世界里有很多的人，那也许优秀的人确实是要更少一点，但是优秀的人一旦能够相互的遇见，那么这个所谓的连结将会是更加的神奇，更加的紧密。因为两个优秀的人可能看待很多事情角度类似，很相同。如果你会有孤独的感觉，会有不被理解的感觉，也许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跟你有同样的感应。那么当两个人彼此相遇，彼此的认识到彼此的这种能量之后，你们一定会比一般的人更加懂得珍惜。就像这个大熊猫一定是更加懂得珍惜，你是那么的特别，而对方也一定会是一个如你一样特别的灵魂，你们会相互的吸引，相互的去感应。那么最后的一个能量呢，宇宙这边说的是要给机会创造一个空间，要给生命创造一个可能。这张牌最后一个能量我听到的意思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一点点所谓的放弃了呢？如果你们有所谓的放弃，不想再去给别人机会，不想再去打开自己的心，不想再去给这个所谓的姻缘和这个婚姻就是一点点的机会和可能的话，那么你们其实是在关闭自己的可能性。宇宙呢，当前希望你能够在做自己，做好自己的同时，能够留有一个窗口。无论这个窗口是多么的小，多么的弱，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就是留给这个姻缘对象
有机会走入你生活的窗口。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愿意在生活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继续去不放弃的遇见，或者是说去给别人机会走进你不放弃自己的婚姻的话，那么你们就一定可以遇到这个人。OK， 这个最后的这个能量我听到就是这个。也许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婚姻，你们只想做自己，只想把自己就是往前走，往前推进。但是我相信在你灵魂的深处，一定是渴望有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人能够进入你的生活，能够给你无论是牵手的这种陪伴，还是我们这边希望的护身符的能量，对不对？视你为珍宝，谁不愿意碰到这样子的人呢？那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给自己的情感生活，给自己的婚姻，我就是留下一扇窗户。你要相信的是，这个人一定会向你靠拢，你也一定可以去吸引到一个跟你类似的、跟你同频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分享这个世界、分享这个宇宙的人进入你的生活，一定可以的。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连接到关于这个你姻缘中的事我们所连接到的一些讯息和内容。那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指引。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可以早日遇到这个特别的他。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祝你好运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